要听书，您往上世纪80年代初的香港来看。咱们今天要说这一位呢，姓楚，30岁出头的年纪，以何为业呢？小本买卖，街面上开了这么一个食杂店，卖点油盐酱醋茶、米面粮油，养家肥己嘛。就说话这会儿啊，正是个夏景天，按现在钟点来讲，10点钟左右，街面上这可就没什么人了。老楚就准备关门落锁，赶等一切收拾停当，正准备由打里面把这门给插上的时候啊，梆梆梆，这店门呢又被砸响了。来了那么一位，我说楚大哥呀，您受累等一下。哦，抬眼仔细观瞧，别说这人老楚还认得，住自己4楼的一个女住户。具体说这女的叫什么那说不上来，出来进去的街里街坊就喊她小秦，这老楚也跟着这么喊。这小秦是1年前跟着丈夫小潘呢，带着2个孩子由打大陆偷渡到香港的。您琢磨琢磨，这举目无亲，异地他乡的，他没个落脚处啊，安身立命最重要啊，只能在九龙城寨租了这么一套房。平日里丈夫外出做工，这小秦呢就跟家里照看孩子。头2个月的一天早晨吧，这老楚就瞧见这小潘由打自己店门口过，就打这儿说，可就再没看见过这男的。后来好信儿啊，一打听才知道，可倒了大霉，缺了大德了。这小潘呢，来到香港之后，哪里见过这样的花花世界呀？外面有人啦，来了个抛妻妻子。一瞧是小秦来了，这老楚赶忙把这店门可又给推开了。嚯，小秦呢，这么晚了才来啊？这有什么事儿？嗨，甭提了，楚大哥，事儿倒是没什么事儿，家里的米吃完了，白天看孩子，我这一直也不得空，这会儿刚忙完，赶紧上您这儿来买点。哦，那还说什么了？快进来吧。这边把人让进来，老楚接茬可就说：“秦呐，这旁边有凳子，你坐啊，我给你盛米去。”哎呦，那可就麻烦您了，楚大哥，您还得受累，给我拿几根腊肠。孩子说呢，这2天想吃这腊肠包饭。行，我这就给你拿。老楚这边手脚麻利，把这米跟腊肠分装好之后，可就起身来到柜台前。小秦可就问了，说：“楚大哥呀，这一共多少钱呢？”嗨，多少钱？老样子，成本价。老楚这话一出唇呢，小秦的脸上可又是一阵为难之色。哎呦，楚大哥，我知道您人好，但您老这样，我这心里是真过意不去。谈不到啊，这有什么过意的去过意不去的？你一个妇道带着2个孩子，怪不容易的，哪儿不都得用钱吗？再说我这东西又不是白给你的啊，你省点钱给孩子改善生活，苦了谁呀？别苦了孩子。您听老楚这篇话呀，就知道这是个热心人。没办法，小秦是千恩万谢之后付了款，拿着这米跟腊肠，可就离开了店中。咱们简短接说，4天之后，依旧是晚上10点来钟，老楚还是准备关门，这小秦2一次又来了。还没等小秦开口说话呢，这老楚开口可就问了：“喂，我说秦呐，这2天没见你，你这脸色怎么这么白呀？是不是身体不得舒服？”哟，没事楚大哥，您也知道我自己带2个孩子，这挺吃力的，我可能睡一觉就好了。嗨，谁说不是？你家嫂子整天也是被这2个孩子弄得头疼，平时可得注意休息啊。今儿准备买点什么呀？我还要大米和腊肠。行，你稍等啊，我给你弄去。不多时，这老楚把东西装好，然后这小秦是付钱走人，一如往常一样。
又过了4天，还是同样的时间，小秦再次来到店中，所买的东西还是跟2次之前一样，大米和腊肠。同志们，这就是反常的地方了。天天吃一样的东西啊，这不太正常吧？但是这还不算完。这一次老楚在小秦的身上还发现了更不同寻常的地方。首先就是脸色比上次来的时候还白呀，但整个人这状态跟往常一样。二一个呢，就是小秦这穿着。前文书咱可说了，故事发生这会儿是个夏景天，但是小秦这次来可穿着一身春天穿的那种长衣长褂子。三一个呢，就是小秦进店之后，老楚提鼻子一闻，怎么这么臭呢？最后一个就是之前白天的时候还能瞧见这小秦带着2个孩子出来遛个弯啊，买个东西，但这段时间除了小秦晚上买东西这2次，可就再没见过这娘仨出来。他自己心里也琢磨，这脸色白呢，可能是带孩子累的，这身上有臭味呢，这就更好理解了。我们住的是什么地方啊？九龙城寨啊，这可不同于一般的居民区，可以说是贫民窟当中的贫民窟。虽然说现在这治安有所改善，但是这卫生环境是真不敢恭维啊。不夸张的说吧，那是垃圾成堆，污水成河，鼠虫横行。尤其是说这夏天，谁身上的味儿好闻呢？我光闻见人身上有味儿了，我身上有味儿没味儿啊？但是3伏天闷热难耐呀，大家伙一个个的都恨不能说怎么凉快怎么来。小秦这姑娘怎么穿了一套春天的衣服呢？这一节老楚他想不明白，但是人有一张嘴，不明白你就问。我说秦呐，这么大热的天，你穿这身儿你不热呀？这么一问，就瞧这妇道的脸上可就闪过了一丝异样，但随即可就恢复了正常。打了一个沉儿，也就这么1、2秒的功夫，说嗨呦，我这人体寒，动不动的呢我就手脚冰凉，我穿个长衣服温暖和。我说呢，这大热天弄这一身长衣服，改明儿个我让你嫂子打听打听有没有好医生给你治治。哎呦，不麻烦楚大哥，我这是老毛病了，我也习惯了啊。喏，这是米钱跟腊肠的钱，您收好了啊。这孩子还没睡呢，我得先回家，那赶紧回去歇着吧。小秦说完话扭身要走，老楚就多了这么一句嘴，说妹子，这几天我怎么不见你带孩子出来玩了呢？这句话算是问到命门上了。小秦脚下可就停住了，说头2天这个带孩子出来玩，让老鼠给吓着了，最近这2天不太敢出门。这话说的可就吞吞吐吐，语焉不详。但是老楚他又是个粗线条，没当回事儿。咱这老鼠快赶上猫大了，吓着也正常，等过了劲儿就好了。俩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这么搭了这话，小秦又走了。赶等小秦走了之后，这老楚是如何的上锁落板，怎样的休息，这咱就提不到了。单说由打这天开始，每过4天晚上10点多钟，这小秦准来他店里买大米和腊肠。不但如此，小秦这脸色还有身上这打扮始终就没变过。唯一发生改变的是什么呢？就每次这妇道一来，提鼻子一闻，好家伙，这臭味啊都会加重1分。您说这是个什么臭呢？具体的说不上来，反正太难闻了。你说他们家这爷们儿也真是挨了千刀了，臭不要脸的玩意儿啊！
这一个女人带俩孩子那么容易吗？看看把这人给轮背的呀！心里这么想着，就可怜这个小秦，每次来都是热情相迎，笑脸相送，这日子可就持续了将近1个多月。单说这天晚上，看了看钟点，10点钟左右，算了算日子，4天可又过去了。有一句话怎么说呀？叫习惯而成自然。今儿就算准了小秦能来，老楚可就没着急收拾这铺子，米跟腊肠提前装好，给自己倒了杯茶，就坐店里啊等这小秦来。可赶等这一壶茶都快喝完了，时间已然来到了10点半，这小秦还不到。老秦就有点纳闷，我算错日子了。起身到柜台再翻一翻这账本子，不错，可能说是家里有事儿，孩子还没睡，还是怎么着的，我再等会儿吧。又等了约么10来分钟，还没见这小秦来。老楚一想，得了不，我给你送家去。心里这么盘算着，他就把这东西装进一个口袋。可也就在老楚拎着东西抬脚往外走的时候，耳听得有打外头嗷嗷的一声惨叫。老楚就这么一个愣神的功夫，好家伙，您再瞧店门外头啊，一道鹤影丝儿啪砸地上了。瞧见这一幕，回过神，这老楚他肯定纳闷，什么玩意儿？放下手中的东西，噔噔噔噔噔噔，几步可就窜到了门外。借着店门口微弱的光亮照于地面，老楚瞧清了地上这东西，心头可就咯噔一下，腿肚子也攥了筋了。我的个妈呀！您说他瞧见什么了？瞧见什么了？嘿嘿，砸在地上这黑影啊，不是旁的，是个人。但是这人现在已然是脑浆迸裂，血流当场，死尸一具了。哎呦，这怎么好没样的下来个死人呢？害怕不害怕？害怕极了。但是害怕归害怕，自己店门口躺一死人，这算怎么回事儿？不能不管呢。再一个呢，这人是从自己这楼上下来的，这肯定就是邻居啊，甭管怎么着，先瞧瞧是谁吧。强忍着恐惧，老楚是慢慢的可就挪到这死尸的旁边了。借着灯光拿眼仔细一瞧，老楚不由得一愣，这怎么是他呢？谁呀？书中代言啊，此人非是旁人，正是咱前文书提到的那个负心汉另寻新欢之后抛妻弃子消失很久的小潘，也就是小秦的丈夫。这哥们儿怎么回来了呢？好么样的有打楼上往下跳，这真新鲜。他自己还在这儿琢磨着呢，就听楼上有人喊了：“嘿，老楚，下面这人谁呀？别问了，老几位啊，自己下来看吧，可了不得了。”叔不要麻烦，几分钟之后，有这么几个好事的主可就来到了老楚的店门前。一看地上躺的，哟，这不那谁的那位吗？可说不是吗？不是，我听说他不是。哎，嘘，别说，这怎么死的呀？哎呀，谁知道啊？大家七嘴八舌这么聊，但至始至终啊，就没一个人关心说这人为什么跳楼的。也就在大家伙聊天这功夫呢，有打远处来了这么2个人，年长的得40多岁，小50了，年轻这20多岁。俩人干嘛的呢？巡逻的警察。碰巧走到这儿，一瞧见老楚这店门口围这么多人，可就过来看。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您快来瞧瞧吧，这天上掉下来这么一大宝贝儿。警察一瞧，好家伙，这死了人了，问情况吧。
那别人说不明白，老楚得说呀，是这么回事，就把自己听见的看见的一五一十可就给学了一遍。老警察听罢之后点了点头，是这么回事。那这人你们都认得吗？认得。4楼小琴她丈夫，他叫小潘。这死者家属在哪儿了？老警察这个话一问出来，大家伙才反应过来，对呀，这人都跳下来这么长时间了，怎么也没瞧见这小琴下来呢？大家伙想不明白，但是警察他的经验可是大的，一听说不见小琴的踪迹，心头立刻可就想了，坏了，这人不能是小琴由打楼上给推下来的吧？想到此一节，这老警察是连忙扭向回身，就对旁边这年轻的警察小徒弟就说了，你务必给我看好现场，你们几个带着我去死者家。行咱说走就走。说要简言，几分钟之后，这老警察在几个人的带领之下，可就来到了小琴的家门口。老警察示意众人后退，自己是小心翼翼的把这耳朵可就贴在门上，认真的听动静。这一听不打紧呢，老警察就是眉头一皱，怎么呢？前文书咱可交代了九龙城寨这个地方是贫民窟当中的贫民窟，卫生环境得说是脏乱差，臭气熏天呢。常人呢一般都能闻见臭味，但是对于一个从警几十年的老警察来说，他贴近房门的时候，下意识的提鼻子一闻，他就意识到坏了，这臭味可不是一般的味儿这是尸臭味，而且这味道的来源就是这房间。老楚一见警察皱眉，赶忙就问说，这怎么回事你别问了，伸手就开始啪啪啪砸门。不多时，众人就听到门里面有开门的动静，紧接着吱呀一声，这门被推开一道缝，一个小女孩由打门里头出现了。老楚一看是小琴的大闺女，可就笑了，哟，宝贝儿你妈妈呢？叔叔好，妈妈在房间里睡觉呢。说着话，这孩子可就把这门给打开了。随着房门是被越开越大，门外的众人可就闻到了一股浓烈的恶臭味由打房间当中涌出来了，一时之间熏的众人也是干呕不止缓了好半天，这老警察才说，孩子，带我找你妈妈去。头开门之前，这孩子有些害怕，这会儿一看都是邻居还有警察，心里可就没这个担心了，把这老警察可就让进屋了。这老警察是一路掩鼻而行，可就来到了一间卧室的门口，示意孩子闪过一旁。他借着卧室昏暗的灯光，影超超的就瞧见呢，床上正脸对窗户的位置侧躺着这么一个人，身上盖着一条毛毯，看头发这长度呢，应该是个女的，甭问了，这准是孩儿他妈小琴了。老警察慢慢的过去，他可先没看这人，先来到窗户边，探头往下看，下面正是这死者丧命的地方，那暂时推断呢，死者就是由打这扇窗户跳下去的。扭头再瞧床上这小琴，这老警察不由得吓了一个激灵。只见呢，床上的小琴此时正死死的盯着自己，但是这脸上和裸露在外的胳膊可都烂了。看到这一幕，惊吓过后的老警察知道这小琴已然是死了，而且死了可有些个日子了，屋中这尸臭味就是由打这儿散发出来的。之后老警察又在屋子里转悠了一圈，除了厨房有一锅刚做好的腊肠包饭之外，可就没有其他可疑的地方了。
那现在再说小秦是杀人凶手的话，可就谈不到了。毕竟这人都烂了，他怎么把这大活人给弄死呢？本着科学的态度，你就得调查这夫妻两口子具体为嘛死。简短说，过了没几天，这调查结果出来了。小秦的死因是心脏疾病造成的猝死。这死亡时间，同志们要注意了。法医出具的尸检报告说，这小秦的死亡时间是1个月以前。这个消息对于警方来说没引起什么特别大的震动，就是一起意外事件嘛。把小秦的死因确认完，还得着手调查这男方小潘是为嘛死的。小秦这死因一经公布，别人还好说，老楚眼睛都吓直了。我的个妈呀！1个多月前就死了？那每隔4天上我这儿买东西那姐们是个什么物种啊？拿脚后跟想想，他也知道不是活人了。而且这老楚也是太好心儿了。警察确认小秦死了之后，这大哥呀马上找到那俩孩子了，就问：宝贝儿啊，这家里大人过世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不通知邻里邻居的帮忙处理呢？这俩孩子这回答呢，更是把他吓一跳。根据小秦这大女儿说，这些个日子呀，妈妈就一直在家陪着他们玩，白天呢在一起，只是说不能出门，到点给他们做饭，晚上哄他们睡觉，跟平常都一样。独单单一节，每次两个孩子闹着出去的时候，妈妈就生气，说最近外面有坏人啊，你们要出去我就不要你们了。这还不算完，就在警察跟老楚登门的那天晚上，两个孩子呢先是瞧见了自己爸爸回家了，还挺高兴，爸爸长爸爸短的。刚叫了2声，就感觉一阵的晕眩。赶等再醒过来的时候，发现爸爸不见了，妈妈呢正跟厨房做饭。这边小秦把饭做好，笑眯眯的招呼两个孩子吃饭。就在这个时候，听到有人梆梆梆叫门。小秦就告诉孩子说呀，我得回卧室休息，你们去开门去吧。之后这才有了老警察进门发现小秦尸体的事儿，这前后文书就给您勾到一块儿了。已然出了这个事情了，您琢磨琢磨，这老楚还不出点血，请一高人来给解决解决，瞧瞧到底什么渗路吗？这大师来了之后，了解清楚了始末缘由，来龙去脉，可就说了，嗨，这事儿啊，你也不能怪这女的，她心中执念太深，又放不下两个孩子。1个月以来呢，两个孩子之所以没有什么发觉呢，那就是因为他们看到的呀，都是这女人布置出来的幻象。有心就想这样一直进行下去，但是没曾想，这小潘的死引来外人了，阳气入室，把这气场打散，家里可就恢复了之前那个真实的模样。有了这个大师的解答，那关于小秦的死，包括晚上来老楚店里买食材这事儿，基本上都算是解决了。之后这大师呢，又对小秦进行了招魂，又加上警方的调查，这小潘的死呢，也有答案了。咋回事？就这个小潘呢，真得说是男儿当自强的典范啊，干啥啥不行，吃上软饭第1名。他找这情人呢，是个单身富婆，家里占着房躺着地，有的是钱。2个人是在小潘去这富婆家做工的时候勾搭成奸的。那您琢磨，许这男人另寻新欢，你就不许这富婆喜新厌旧吗？玩够了，最后去你的，一脚让这富婆踹出了家门。无处投奔的小潘怎么办呢？只能是再次灰溜溜的回到九龙城寨。推开门来，小秦一见，哟，死不了臭嘎嘣的，你回来了！一时之间得说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
把2个孩子弄阴之后现出了原形。小潘一见，我的个妈呀，这是我媳妇儿！不是，想跑，门打不开，最后被这小秦逼到窗户前。求生心切的小潘也忘了自己现在身处4楼了，来了个狗急跳墙，由打窗户跳出去，这才发现，哎呦，无命休矣，大头朝下摔死在老楚的店门前。那书说至此，可也就算是结束了。至于小秦的2个孩子，由政府接管，被送到了当地的慈善所。1992年，伴随着几声巨响和机器的轰鸣，这有着近1000年历史的九龙城寨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但是鬼妈妈做饭的这件事情却依旧印在老城寨人的心里。